嘿，我的小伙伴，有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其实很内向？虽然很多人几乎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脱口而出，但对于那些处于中间性格的人来说，很难确定自己到底算内向还是外向。如果是这样，希望这支影片能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并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就来一起看看6个迹象表明不是内向的人。1. 更喜欢和朋友在一起，但也不讨厌陌生人。每个人都喜欢和朋友出去玩，但当你和新认识的人在一起时，你会是什么感觉？如果和陌生人交谈时感到自在，并且可以马上和他们成为朋友，那么你可能更倾向于是外向的人。虽然内向的人不一定害羞或社交尴尬，但对他们来说，毫不费力的和陌生人对话可能会很累，除非他们能分分钟达成共识。另一方面，中间性格和外向的人都不介意招待陌生人，他们可以一拍即合，真心喜欢直接谈论大多数事情。2. 常心血来潮。你喜欢一有机会就出去，而不是整天在家躺平吗？如果能在独自或和朋友一起说走就走的旅行中找到乐趣，那么你最初可能就意识到自己有更外向的一面。大多数内向的人倾向于更善于分析和观察，在冒险之前会彻底考虑清楚情况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更愿意顺其自然，看看事情会把你引向何方，可能就是个外向的人。3. 适当休息。你曾经是个外向的孩子吗？受欢迎吗？是班级里喜欢逗大家笑的小丑吗？如果你小时候有外向的倾向，但长大以后没有了这种倾向，你可能仍然喜欢和别人互动，只是也许经历了一些创伤性事件，让你不再做平常的自己。也许被孤立是一种应对机制，而不是你天生就被吸引的东西。虽然人可以成长和改变，但后退一步，找出你改变的根源总是值得的。如果自己做不到，那就和治疗师或好朋友谈谈吧。4. 如果周末待在家里，会感到无精打采。你讨厌周末无所事事吗？那你可能是个外向的人。内向的人很满足在休息的日子里，没有任何计划，有些人甚至可能喜欢取消计划的想法，如果这能让他们整天在床上躺平。然而，外向的人确实喜欢外出，无论是去见朋友还是参加派对。虽然内向的人偶尔也喜欢他们的社交时间，但外向的人总是试图找到方法，用高能量和社交活动来填满他们的周末日程，比如聚会或和朋友小聚。5. 对沟通和倾听同样擅长。你会在带头和跟随别人之间摇摆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些就是中间性格的关键品质。外向的人更喜欢说而不是听，内向的人通常更喜欢听。然而，如果你发现自己被这2种品质所吸引，那么你不一定是一个外向的人，而是一个中间性格的人。中间性格的人是能闲聊的，然后还可以切换到工作状态，并将2者很好的结合起来，倾听并与他人进行良好的沟通。6. 可以配合大家的情绪。你善于察言观色吗？能和跟你同频的人相当容易交谈吗？内向的人可能会给自己一些时间来分解和分析情况，在头脑中思考事情，以及如何应对陌生人。另一方面，中间性格的人和外向的人可以更容易自然地插嘴到别人的交谈中，他们通常也会享受这一刻，比内向的人更驾轻就熟。希望大家能从这支影片中学到一些东西。你觉得自己到底是内向还是外向的？或者是中间性格的人？你有上面提到的迹象吗？如果有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的想法。这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觉得有用，请点赞并分享给朋友们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